各位朋友，這個人吶，真是越怕什麼就來什麼。郭正亮亮哥前一陣的時候被那個日本的那一頭那个混血，不是那个有人說他是那個純血，反正不管是什麼血吧，被那一頭給那個威脅要告上台灣的法庭，對吧？郭正亮呢逼的在節目中給石板明夫道歉，咱也不知道最後告沒告他，但是亮哥呢是被藍營又給告了，怎麼回事呢？這個隨着台北議員的選戰越來越近了啊，這個台北市的議員鍾小平，國民黨陣營的被郭正亮在網絡節目中點名，稱其為藍皮綠骨，還直言這類議員該處理掉。這番發言呢，引起了鍾小平的強烈不滿，他親自前往台北地檢署遞交了訴狀，控告郭正亮加重了誹謗以及意圖使人不當選。你看到沒有？他跟那個綠營的節奏一樣的呀。綠營不現在也控告侯漢廷意圖使賴清德不當選嗎？對吧？罪名是一樣的，你說他是不是藍皮綠骨啊？同時呢，對外痛批說他的說法毫無依據，擔憂這類言論會拖累蔣萬安的選情，他把自己跟蔣萬安綁一塊了，蔣萬安同意了嗎？各位，事件的起因呢，是因為郭正亮在網絡節目《亮話天下》裡邊的直播中說呀，談及台北市議員的選舉，郭正亮公開點名國民黨籍的鍾小平使用藍皮綠骨進行了評價，並且提出該類型的議員該處理掉。在島內的政壇語境中的藍皮綠骨呢，多指身份屬於藍營，但實際的立場、行事風格偏向綠營的政治人物具有極具攻擊性的政治標籤。鍾小平認為，在選舉前夕拋出這種定性式的指控，已經超出了普通政論批評的範疇，會誤導選民的誤判，嚴重損害自身的政治名譽。他強調自己從政整整30年，一貫堅守立場，捍衛民國，反對台獨。過往也有不少抗爭行動，甚至為捍衛相關主張不惜以身涉險，無法接受被貼上這樣的標籤。受訪時情緒激動，直斥郭正亮胡說八道，直言這種說法可恨之極。鍾小平已經到台北地檢署完成了提告，提出了2項指控，一是刑法的加重誹謗罪，二是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意圖使人不當選。他表示，郭正亮明明清楚自己長期的政治立場，依舊公開發表沒有事實支撐的評價。如今呢，正值年底的地方選舉，相關言論廣泛傳播，會干擾選民的判斷，影響自己參選，因此必須通過司法途徑釐清是非，是以訟指誹謗要求對方為發言承擔法律責任呢。這樣子一個紅統政客，從以前支持這個蔡英文，到現在服侍了政治光譜，從北極到赤道，我們這奉勸郭正亮這個嘴歪眼斜的，多做一些善事，少造一些口業。鍾小平火力全開，批郭正亮是紅統政客。不過中正萬華確實廝殺激烈，同黨退役空軍中將張延廷擁軍系黃復興黨部系統力挺，應小薇女兒應嘉瑜以無黨籍投入選戰，同樣系藍營軍系票源。存在競爭關係的民眾黨吳怡軒過去和鍾小平金華城案新仇舊恨，小草洗版，要國民黨乾脆配票。吳怡軒，國民黨的現任議員都有所謂責任禮的部分，所以對鍾小平來說，他有責任禮，加上這個配票，對現任是有相當大的優勢。有一些知識藍的人會認為他喜歡打弊案，可以揭露出很多的一個事實，所以我不認為鍾小平有弱到這個程度。中正萬華11場8激烈混戰，光是泛藍白陣營就有7人參選大爆炸，也難怪國民黨祭出配票，就怕票源互相瓜分，出現掉一席窘境。這新聞綜合報道。回顧自身的從政經歷，鍾小平還舉例說自己曾經到李登輝官邸後方懸掛旗幟，也為維護相關主權立場不惜冒險，
佐證自己一貫的立場，反駁外界對自己立場的質疑，同時喊話郭正亮，奉勸對方少造些口業，請多消業障，表明此次提告將會堅持到底，還進一步的把議題拉高到台北市長的選戰層面。他直言，相關操作不只針對自己，甚至會間接傷害尋求連任的蔣萬安。想要擊敗民進黨的參選人沈伯洋，就必須最大化的非綠營的陣營選票。如果持續放出這類分化言論，等於掐住蔣萬安的選情脖子。他質疑，難道把自己鬥垮之後，連蔣萬安也要一併拖下水嗎？難道樂見蔣萬安落選嗎？還批評部分政治人物立場搖擺，反覆強調自己始終堅持一貫主張，如今遭到兩面夾擊，背後的目的讓自己无法順利當選。亮哥這回是不是還得第一時間道歉啊？不是上次那頭那個道歉的挺快的，那這一次呢？亮哥，好吧，咱们再說到邱毅啊，邱毅直接就很失望。當初鄭麗文那個選舉的時候，邱毅可是很支持鄭麗文的呀。那有人說了，那個當初你不是也支持鄭麗文嗎？看一個政治人物，我們也不是算命的，也不能看他的前世今生，我們得看他當下的這種言論嘛，是吧？邱毅對鄭麗文也很失望。邱毅說，鄭麗文現在呀，暴露了他在國民黨內的紙老虎的本色。鄭麗文剛剛當上國民黨主席的時候，意氣風發，表現的一副他要與大陸之間好好的坐下來談兩岸的和平之路，表現出來他不懼美國的壓力，他敢對抗民進黨。可是現在也看出來了，都是紙老虎啊。現在比他強硬的只有一個人，就是蔣萬安。除了蔣萬安以外，3個太陽，另外的3個太陽都慢慢的雷大雨小啊，都慢慢的對民進黨也開始三缄其口了。這不就是台灣的悲哀嗎？正好牽涉到我。前幾天，統派裡面有名的年輕人侯漢廷被北檢台北地檢署提起公訴，原因是因為他在2024年的大選之前，他開記者會公布了一份資料，說來自民進黨中央內部的資料，然後他用這個資料批判了賴清德，批判了民進黨。而在現在經過了時隔2-3年之後，現在檢察官把侯漢廷提起了公訴，在公訴的這個訴狀裡面有一段話，他說侯漢廷講這份資料是我給他的，所以綠營就開始散布謠言了，說我在害侯漢廷呢。其實真實的情況是這樣的，這份資料早在台灣的媒體人圈流傳甚廣。有一天我在一個比特網的網絡平台上，我主持節目，正好邀侯漢廷做嘉賓，侯漢廷就問我能不能給他這份資料。當時我就提醒侯漢廷，我說這份資料極可能是假的，因為裡面有很多的用詞用語可能是捏造的。依照我接觸10幾20年我的經驗，讓我認為這份資料假的成分居多。而且我跟他講，如果這份資料是真的，這份資料流傳在媒體圈已經1個多禮拜了，為什麼沒有人拿它來開記者會呢？為什麼沒有人去公布這份資料呢？所以用這份資料真的要小心，最好是別用。可是侯漢廷堅持要向我要這份資料，
所以我只好給了他。我也不是傳給他的，那個資料本來就放在比特王的網絡平台上面。結果呢，現在民進黨還有一些不肖的一些網絡上的分子，不知道是因為對我心懷嫉妒還是恨我，就開始傳謠言，謠言還傳得滿天飛，連兩岸的媒體都充斥這樣的謠言，說我把這個問題撇得乾乾淨淨，害了侯漢廷。我請問你，侯漢廷跟我要這份資料，我能夠不給嗎？而我已經提醒他，這份資料可能是假的，而且也指出來可能是假的幾個重要的證據跟現象。再者，我最後告訴他一句話，如果他是真的，早就有人拿來開記者會了。所以你必須要去查證，查證以後才可以動。這是我對揭弊的敏感度。後來侯漢廷隔天一早就開了記者會，把他給披露了。這樣的問題能夠怪上我嗎？可是這樣的謠言也可以傳着滿天飛，你不覺得奇怪嗎？你不覺得從中有人在陰謀作祟嗎？藍營裡邊也是百年大象缸，處處都是趙少康，是吧？啊，關於這個，这个案子的事兒啊，誰也不願意把這個責任攬到自己身上，無論是亮哥還是邱毅，是吧？最好能躲的案子遠遠的，但是呢，樹欲靜而風不止，有的時候你越怕事兒越來事兒。各位啊，點個訂閱吧，咱們下集再聊。